臭老妖怪，折腾了别人一晚，还不让人睡个好觉，天都没亮就要我起来伺候他更衣。为师这3天要去巡视荆棘大营，恐怕都不得空过来探望你。你自个儿随便应付一下四六凤，别让他占了你便宜。师父放心，哼，你最好永远不要回来了。碍手碍脚，还不出去！又抢本神鸟的东西，给本神鸟记住！这是什么？眼罩吗？是不是还没缝好？师父，这是徒儿的东西，好不容易做好的，差点给小白这厮弄坏了。既然你将此物献给了为师，那么为师便笑纳你的孝心吧。啊！为师走了。老妖怪，就知道你喜欢抢我的东西。本郡主不让你在3个月内知道什么叫丢脸丢到姥姥家，我就不叫西凉墨。白蕊，来了。你把这东西拿到墨香阁去，与织坊合作，再缝制1万件出来，贩卖出去。真的要卖啊？当然要卖，哪怕是用低于成本价半卖半送给姑娘们，也务必要3个月内让京城女子们都风靡戴上。下了3日雪，今日郡主回门，倒是个难得的晴天呢。蕊姐姐穿的新衣很漂亮呢，和我前天陪妹七哥买的披风好像。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小六，你蕊姐姐好看，那么我呢？玉姐姐自然是很好看的。这小嘴真甜啊！妈，今早见你忙着掏车准备东西，也不曾见你与其他人用饭，给你的，别饿着。谢谢玉姐姐。好啊，小六啊，你刚刚还敢笑我，你才是艳福不浅吧？今早我瞅着白玉在做煎饼，让他给我一块，他死都不肯，原来都是留给你的呀！怎么突然觉得有一股恶痕？松手！松手！明明见到我就躲，居然和妹六玩得这么开心。奇怪，怎么突然那么冷？妹部的兄弟们以前说过，第一，女人说不要就是要，说不是就是是，总之反过来听就是。第二，女人都喜欢亮晶晶的东西，比如金子、银子、珍珠首饰等等。总之，我还是要抓住机会试一下，让她答应嫁给我。白蕊和妹妻这对冤家，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上次白蕊只顾着和我哭诉，说妹妻要娶她，还强吻她，问她的想法，她自己都一片混乱。死吗？到了吗？快了，今日夫君感染了风寒，何必一定要陪妾身回来呢？不如先回王府。都是百里清那家伙，让司流风在地上躺了1晚。这种天气睡1晚地板，怎么可能不着凉？墨儿，今日是你的回门日，为父就算是腿断，也得陪你一同回去，绝对不会让人传出对你不好的流言。小王爷，妾身知道您的心思，您快躺下歇着，一会儿咱们就去看大夫。看您这样，妾身心中实在不安。真是情深意长到让人不安呢。要不是对靖国公府和我有所图谋，他怎会坚持带病也要陪我回门？当初觉得司流风是个简单的，果然是我看走眼了。难怪杀千刀的百里清之前问了我这么多次是否要真的嫁给司流风。这千年老妖分明就是知道德王府不简单，还故意看我掉进坑里。少王妃回门啦！放鞭炮了，放鞭炮了！
好戏了！郡主，你没事吧？我没事。小王爷，夫君。小王爷感染了风寒，又受了车马撞击，内腹有些瘀，虽没有生命危险，但还是需要调养些时间。多谢老医正了，白蕊，请老医正收下我们郡主的薄礼了。郡主不必如此，老夫来，一则尽医者之力，二则是看老太太的面子。否则就是德王妃亲自来请，老夫也未必出来看着。医正大人，这是嫌弃我孙女给的玩意儿不称心吗？那瞧瞧我这谢仪如何？老太太有心了。今日墨儿回门，前些日子宫里赐了几坛好酒，听说是杏花村的15年陈酿。若是老医正不嫌弃，不若留下来用2杯御酒。不必了，老夫这就准备回宫了。郡主有闲心，在这里对老夫献假殷勤，还不如多孝顺老太太与韩夫人吧。老友既然都来了，不如用了饭再走。好，既然是老太太相邀，那老夫少不得也要叨扰一番了。这位老太医的架子倒是够大。别介怀，老医正医术高超，但为人性子耿直，脾气又古怪，谁的账都不买，哪怕是9000岁都不给面子，所以反而深得陛下信任。也就老太太和他有几分交情，当初给丹儿和仙儿看病的也是他。你二娘是断不肯信别的大夫的，只是今天出了这样的意外，也不知该如何对德王妃交代了。父亲真的觉得只是意外吗？马受惊致使马车出事，韩氏这种伎俩也不是第一次使用了，也不知道是他蠢，想不出第2种方法，还是以为我也和他一样蠢。墨儿知道二娘是您的妻子，为您生儿育女，操劳国公府多年，如今2位妹妹那副样子，大哥常年驻守边关，二哥又卧病在床，您自然怜悯二娘。可是今日德小王爷也在车上，二娘怨恨对我下手，我无话可说。如今小王爷受伤，德王妃也不是傻子，待小王爷醒来，女儿如何向他们交代？难道我们国公府要与德王府反目成仇吗？你这二娘是越老越糊涂了。墨儿，德小王爷那里恐怕要你多多替为父解释。你放心，没错，我们晋国公府绝不能因韩氏与德王府交恶。你放心，日后父亲必定让你二娘在自己院子里修身养性，不能离开半步。郡主，韩二夫人设计您不成，反被国公爷下令圈禁，恐怕不会轻易放过您。他来找我算账正好，今日他若不来，这戏就唱不下去了。怎么对得起他今日一进门就用那么大阵仗迎接本郡主？二夫人啊，小王爷在里面静养，您不能进去。夫人请自重。给本夫人滚开！我们是奉郡主之命守着院子的，而且国公爷方才已经说了，您身子不好，需要在房间内静养。郡主得空了，自然会去拜会您的。哦，这么说，我这个嫡母还要等西凉墨那小蹄子来接见吗？我们郡主乃国公府上真正的国公夫人，兰大夫人所出，又是陛下亲封的一品郡主，受了皇家御牒的。论尊卑，府里的女眷大概只有老夫人有资格让郡主拜见呢。好啊，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你一个贱婢也敢欺负到本夫人的头上！来人呐，把这些贱婢打死！二夫人息怒，少王妃请您进阁内一句。你家主子架子派头是越来越大了，竟然要本夫人这个嫡母去见他。西凉墨，你这个小蹄子，那不是丹儿最喜欢的玉如意吗？仙儿最喜欢的名家字画和屏风，
丹儿的粉彩描金牡丹丝耳花瓶，竟然全都给西凉墨搬了过来！你这卑鄙的贱人，害了我儿还不够，竟然连他的东西也抢！一些日子不见二娘，您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真是可怜见的。难怪爹爹常常宿在董姨娘那里，听说董姨娘可是有了身子呢。小贱人，你这目无尊长的玩意儿！这玉如意是先太后的御赐之物，你反了！二娘忘了，我最讨厌这柄玉如意了。10岁那年的寒冬雪天，西凉丹拿着这柄玉如意在花园里和贵女们炫耀，却不小心把它掉进了湖里。我只是路过，西凉丹就推我进水里，说是我弄掉它的，逼着我捞上来。等白梅和白嬷嬷帮我找到了玉如意，你又命我在祠堂跪了1个时辰，原因就是我辱没圣物。谁让你是兰氏那贱人的女儿？让你苟延残喘，也是本夫人的慈悲。你竟然还敢恩将仇报！二娘错怪我了。您瞧，墨儿也没有要了妹妹们的命，都让他们苟延残喘着呢。啊，听说西凉丹过得可好了，原本她不肯吃粗茶淡饭，嬷嬷就让她试试猪食的味道。你猜猜怎么着？饿了6日，她扑到猪篮子里抢吃猪食，还把1头小猪都压死了。不过这可不好，嬷嬷又让她在茅厕里待了5天，这回她差点扒了粪坑呢。你这贱人，好歹毒的心肠，我杀了你！我没有，我不是故意打碎这玉如意的。王婉言，你疯了吗？父亲，墨儿不是故意打碎四妹妹的玉如意的，只是婶婶为了迎接小王爷，将这些物事拿出来摆一摆，图个喜气。但二娘不肯，墨儿没拿住脚。二娘说这是御赐之物。没事，不过是一柄玉如意而已，这里也没人胆敢说出去。父亲，二娘的身子好像受了重伤。什么？快去请老医正过来，他应该还在老太太的院子里，快去！夫人是长期郁结在心，气血不畅，凝成心疾，且刚刚那一摔动了些许胎气，待老夫开几副药，再静心调养便好了。胎气？意思是夫人有血了吗？是啊，从脉象上看已经1个月了，所以千万小心，否则以夫人这样的年纪，恐怕生养不易了。1个月？这2个月韩氏整日闹得家无宁日，我根本没去过他的房里。不可能，是西凉墨那个贱人，是他陷害我！贱人，做出这种败坏门风的事，还敢四处攀蛇！父亲息怒，此事重大。母亲从韩家嫁过来那么多年，一直都很端庄体面，或许真的有什么误诊也说不定。不如再请几个大夫来看看。你少在这里假惺惺，你设下这样的局，不就是想要本夫人再也翻不了身吗？本夫人不但是韩家的嫡女，尚书之妹，嫡亲姐姐还是韩贵妃，想要动本夫人，都要掂量着点。你还敢威胁本宫？贱人，你这个贱人！为还本夫人清白，本夫人要请素日常来的素卫姨娘与李生手一起过来。就照二夫人的话去请吧。二位千万要查验清楚，本夫人体内可有什么别人下的肮脏物事？恭喜国公爷喜得灵儿，二夫人已经怀孕1月有余。多谢大夫，送大夫们出去。这不可能，是西凉墨这个小贱人！
还有董事那个蹄子，本夫人没有怀孕，没有。将韩氏送回房，让他好好养胎。没有本宫的命令，不许他踏出一步。哼。没想到二娘也会落到今日这种下场。西凉墨，你若识相，最好放我出去，否则等我大哥和姐姐知道了此事，必定不会放过你。二娘说的没错，韩贵妃和尚书大人很快就会知道今日发生的事。相信他们会为您感到伤心，我们自然会为您举办隆重的葬礼，以宽慰他们受伤的心。你说什么？什么葬礼？父亲说请二娘上路，不过也请您放心，今后也不必担心她无人照顾，董姨娘会伺候好她的。不可能！我要见国公爷！我是国公府的主母，是韩家嫡出二小姐，我为她生了世子，还有我的。二娘别忘了，虽然大哥是你所出，但是族谱之上，兰氏才是真正拥有册封诰命的国公夫人，你算什么？我如果不算什么，那你又算什么呢？你恨我，恨仙儿和丹儿折磨你，但你不过是一个杂种，一个兰氏那贱人与他人生下来，却占据了国公府嫡出大小姐位置的杂种。什么？你以为为什么国公爷和你娘对你不闻不问？因为你本来就该死，容你活下去，已经是我对你最大的宽容。早知如此，你一出生我就该掐死你这杂种！大小姐，韩氏不过是胡说八道。二夫人已经疯了，还请三婶婶早点送她上路吧。这是自然，二夫人疯了，可不能让这疯子吵着郡主。您且先回去歇息，一会儿送了二夫人，再报与您。离氏，你我不过权势之争，说到底，咱们还是西凉家的人，为何要让那鸠占鹊巢的小杂种凌驾于你我之上？只要你肯放了我，与我合作，凭我韩家的权势，我能给你的，不比那小杂种更多吗？那么，韩夫人能把你的命给我吗？李氏，你别太过分了。过分？你可还记得我的云歌儿是怎么死的？那一年，因你掌家不利，库房失火，老太太让我接替你。你为了夺权，将云歌儿扔进湖里，生生让她淹死。你才3岁呀，你怎么忍心？我没有。再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我永远都过不去。我忍耐了这么多年，才等到了今天。当年你溺死云歌儿，我要让你也尝尝这滋味儿。来人！你想做什么？这粪桶里的屎尿都是府里下人积攒了1日下来的。二夫人不是最自持身份高贵吗？我偏要你溺死在最肮脏的地方，满嘴屎尿，极尽屈辱的死去。不，你不能如此！别一会儿就弄死了，要让二夫人慢慢的品尝这样的好滋味。二夫人出身高贵，什么好的没有吃过，今日就让她好好吃饱了再上路。
郡主，人已经在前面了。知道了，蕊儿，你就在这里与妹妻一起放风吧。大小姐，你是，多谢郡主。大小姐，干嘛呀，大混蛋！你讨厌我，在躲我，为什么？因为我不该没经过你同意，就随便亲你，连送衣服也是托郡主的手，他才肯收下。你还没算笨死，真难得。那这样呢？你会讨厌吗？真香，你给你。人家不要。沈家，这个词是青花魁以前常对我说的，下一秒他就会抱我。这回没错了，很美，很适合你。你做什么？讨厌！我喜欢，绝对没错了。女人们说讨厌时就是喜欢。喜欢你个大头鬼呀！你这个不要脸的大混蛋！你还敢躲？为什么不躲？受到攻击要躲开是暗卫的基础。还有，不要随便对男子这样。洪秀昭的姑娘才。洪秀昭的姑娘？当然，你可以在我面前。你给我滚！咚咚咚咚咚咚！你敢追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不想见到你！混蛋！咋的了？西凉墨在此谢过老医正。郡主不必多礼，咱们都是9000岁的人，既然千岁爷交代过要听您的命令行事，老朽便会遵命而行。墨儿知道老医正医者父母心，这一次让您违背行医原则，污蔑韩氏有孕，墨儿自然是要致歉的。你这丫头虽然一肚子坏水，但是坏得坦率，倒与青儿般配得很。青儿，这么可爱的称呼，不是指百里青那个老妖怪吧？以后有什么事，让何嬷嬷传讯给我就是了。明面上咱们还是敌人，为了避免引起他人怀疑，少些碰面来得好。郡主，国公爷并没有下令处死韩二夫人，为何今日不让国公爷在盛怒之下杀了韩二夫人，还省后面的功夫？您如此行事，会不会让国公爷……你以为我这父亲真会完全没了理智吗？他只是被戴了绿帽后等着台阶下，我何不顺从他的心意呢？更何况还能将自己从中摘了出去。谁敢说韩二夫人是被杀的？老太太傍晚已经去见过韩氏一次，她老人家不是为了维护国公府的颜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吗？这个逼死出墙儿媳的黑锅让她来扛，最合适不过了。韩氏一定要今夜就死。听闻边关已到了换防之际，我那位大哥也从边关回城了。若是等他回来，事情就有变了。如今韩氏死了，除非他舍得剖了他娘的尸身，否则韩氏失贞的罪名就会永远挂在他头上。还是郡主想得周到。对了，您吩咐让人收拾洛阳的庄子已经好了，墨香阁的银子也提出来了。郡主是想过去歇息几日吗？很好，估计过一段时间，那只千年老妖会气得想吃人呢。咱们就先避开妖孽的攻击范围，等它消停些，再回去周旋。老妖怪，你就一个人在这气死吧！哼，还想抓住本郡主，门儿都没有。哦，今儿这丫头终于对韩氏动手了吗？是，妹六妹七传回的消息，今日小姐就要了结了韩氏。啊，真是的，杀个人都拖拖拉拉。
本座这徒儿还真是欠调教呢。嗯？怎么这么看着本座？本座美吗？美。督公饶命！糟了，督公最讨厌别人对他露出这种神色。死在这种事情下的人不知反省，我竟然犯禁了。唉，为何本座那小徒弟却总不为本座的美色所动呢？督公不是应该狠狠地踹我一脚，让我滚去刑房吗？这种神归怨妇的口气是怎么回事？还有，他头上那玩意儿……督公，您头上那是什么东西？看着极为精致。您这2日都带着上朝吗？那东西怎么这么眼熟？这是本座的爱徒所赠，世间仅此一件的挡风眼罩，挺有意思的。风雪大时能挡风，困倦了也能遮一遮眼睛。这些日子也有不少朝臣们私下询问本座，可见这物件是极好的。这是很精致，我还是闭嘴吧。怎么，你还想留着韩氏吗？韩氏总归是韩家人，韩贵妃正得宠，还有丹儿、仙儿以及静儿，甚至还躺在床上的鹿儿，都是他所生。你这是不忍心吧？当初你舍得兰陵，如今有什么舍不得韩氏的？只对外说韩氏死于心疾就是，有这样的妻子，简直是耻辱。老太太，国公爷，世子爷回来了。哼，算着时间，他也是时候到家了，让他进来吧。老婆子也有3年未见我这大孙子了，只是韩氏不能留了。所幸韩氏从来不让静儿参和内宅之事，庆上也未曾对他多言。你应该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是，儿子绝不会让静儿知晓任何多余的事。孙儿西凉镜拜见祖母。哎呀，好孩子，让祖母看看你，这3年替你父亲驻守边关，日夜风沙摧磨，你都瘦了。祖母，孙儿可是长高长壮了，如今已经是个参将了呢。父亲和祖母看着都身体健康，孩儿就放心了。母亲呢？你母亲感染了风寒，加上心急，身子不太好。她这些时日在静养，修身念佛悔过，你就不要去叨扰你母亲了。等过些日子再说吧。过去母亲也搓磨了不少父亲的小妾，但祖母都甚少过问。母亲这次到底做了什么，竟让祖母气成这样？什么念佛悔过，连我都不许去探望母亲。祖母这分明是变相禁足。从今儿起，你这孩子就在祖母的院子里住3日。是，祖母只是不许我偷偷探望母亲了。老太太，出事了！墨吉儿和林氏自行了结了夫人。老太太叫您过去，这是为何？难道黎三太太过河拆桥，告发了大小姐？大概是因为我这非国公爷所出的女儿，竟胆大妄为，害死了西凉家的主母韩二夫人吧？谁胡言乱语，说您不是晋国公的女儿？人之将死，其言就算不善，也必有7分真意。这是韩氏在临死前告诉我的。嬷嬷，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如果我真的是兰氏与他人所生的，国公府对我的态度就说得通了。那我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对着晋国公府一门大家挞伐？大小姐，你要记住了，不管外人怎么说，哪怕是晋国公不承认你，你身子里流着的都是他和兰陵夫人的血。你是国公府名正言顺的嫡长女，是兰大元帅唯一的血脉。当年的事，老奴不是刻意想隐瞒你，只是此事牵连甚广，甚至
与圣上有关啊！当年夫人身为兰家军的领袖，国公爷又是边关大将，陛下根本无法放心他坐在大将军夫人的位子，让西凉无言坐拥天下兵马。只有国公爷另娶他人为妻，与兰氏离心离德，方能解开圣上猜疑。在陛下的重重设计下，国公爷才误以为您不是他的亲生孩儿。当初陛下不过是十皇子，因母妃早逝，无人庇护，差点死在宫里。先帝为了保护他，将他送到兰家抚养，让他得到兰家的庇护。陛下与夫人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却不想多年后陛下一朝登基，会下此狠手，毁掉兰家与他的婚姻。果真最是无情帝王家。若我是兰氏，还不如当初就将这十皇子一刀杀了。如今他杀不了十皇子，索性将这怒气牵连到自己的女儿头上了。难怪当初皇帝看到我，反应这么奇异。恐怕他是想起了自己受兰家庇护，却亲手断送了兰家，所以才对我感到愧疚吧。可是皇帝到底做了什么，才让西凉无言如此怀疑自己的发妻？兰大夫人的确是个被宠爱的眼盲心盲的人，可她终究是您的母亲啊。大小姐，黎三太太那里已经完事了，韩氏已经清理完毕，才被老太太的人带走的。走吧，我也该给老太太请安，顺便见见这位大哥了。你是何人？为何在此？这姑娘家中应该不曾有哪位女眷有这般出众颜色，难道是哪家亲眷或者他府的小姐？是了，祖母他们曾来信说过，给我备下了不少世家贵女的名帖画像，只等我回来拣选。我这大哥3年未见，倒是出落得愈发萧似晋国公了。不过我的身份嘛，还是等老太太亲自向他介绍吧。等一下，世子爷，您怎么走到这里来了？老奴正四处找你呢。水已经备好了，您看是要沐浴还是用膳？啊！韩氏，是你动的手吗？老太太一直耳聪目明，咱们国公府自然是什么都在你眼皮子下了。老婆子可以任由你们在底下折腾，但唯有一点，不许损害咱们国公府的根基，否则便不要怪老婆子不念情分，让你生不如死了。老太太，您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怕莫尔对大哥出手罢了。那就请老太太好好看着大哥哥，就算人无伤虎心，若虎有伤人意，那么莫尔自然也只能拔了他的虎牙，斩了他的虎爪。到时候您若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可不好呢。你，莫儿一直觉得您比本家的于老太君聪明。您看，他和您斗了一辈子，却落得凄惨而死、断子绝孙的境地，而您却身居荣华处，因为你眼界高，总能看得清世事。莫儿身上流着的是哪家的血，您比我更清楚。本家是你？这孩子难道知道了自己可能是陛下孩子的事？本家覆灭，5城兵马司只说是盗贼抢掠，难道是陛下知道了他的身份，迁怒于想将他与赫赫和亲的西凉本家？好，我会看好了静儿，你也要记得你怎么答应我的。国公府再对不起你，始终都养育你一场，你不要忘了这一点。但大哥若是知道了是莫儿出手伤了他的母亲，恐怕不会愿意原谅莫儿，只怕大哥会因此来找莫儿的麻烦。
今日韩氏的死是我命人做的，只因为他红杏出墙，败坏家声，其罪必诛，一切与你无关。如此，就多谢老太太了。啊，是你，静儿，来见过你的大妹妹。她如今已嫁给了德王府的小王爷，今儿正巧也是回门日。见过大哥哥。原来是大妹妹。墨儿，你难得归家一趟，怎么就匆匆回去了？为父还没来得及与岳父同续天伦。小王爷，你身子这情况已经让墨儿很不安了，我们还是尽快归家，省得母妃担心。可是，夫君，你且好好休息，勿要如此烦心。男人真是烦人，有心机的男人更是如此，整日算计来算计去的演戏，让人看着都心烦。还不如百里清。啊，我疯了吧？退！居然还觉得这老妖怪比四灵风好。小姐，奴婢能不能向您要点这个香啊？我失眠。就你这笨丫头，这东西药性强了点儿，你注意着量来用。你们是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来冒犯王府车驾！咱们乃天理教天虹旗军的护法弟子，今日冒犯就是你这王府车驾！对小姐不敬者，杀！侮辱白玉姐姐者，也要死！媚六媚妻，杀无赦，只留下所有脖子上带着万字符号的人。是。9000岁的人果然都不是正常人呢。有内部的人在，这些天理教徒根本不堪一击。怎么，爱徒？原来3日不见，你竟如此思念为师。师父，吃早点没有？墨儿这里有很多好吃的点心。好啊。这个妖孽。不过，师父，如您这样天人之姿，届时自然也要生肖齐名，美人环伺。这儿过于脏乱，如何下咽？爱徒这就不懂了。其实这儿也是另一番美景。师父，您真爱说笑。是说笑的，一切不过都是说笑的。这个人是让所有人仰望的存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有人都怕他。可为什么他的眼里会有这样的绝望？师父，阳光太刺眼了呢。我在做什么？明明处于这么危险的境地，四流风也还在这儿，可我却无法拒绝他。阿九，乖娃娃，你刚才叫为师什么？再叫一遍。阿九，该死，还没到时候。这是搞什么啊？我是脑子被驴踢了吗？怎么会对他有感觉？哼，唉，为师这般娇弱的身体，可撑不住。为师知道你无聊寂寞，好想把这张脸蛋揍成狗屎。不对，按照老妖怪的性格，不折腾我到半死不活，怎么可能罢休？他正是兴起的时候，怎么会突然停下？如果
徒儿确实是无聊了呢。刚才他明显是刻意不让我接触他，难道那师傅可愿意安抚徒儿？他在隐藏什么？怎么，爱徒如此主动，你就不怕为师吗？徒儿是师傅的，徒儿悉听尊便。你大小姐，完事儿了。对不起，是奴婢打扰了。我的天哪，大小姐原来这么大胆的吗？如何？爱徒还要继续吗？徒儿失礼了，白蕊这个笨蛋。除了天理教徒外，连德王府的奴仆都被斩杀殆尽了。我明明只吩咐灭了天理教徒。郡主，请您不要责怪梅柳他们，是我没有阻止他们这么做的。若非如此，咱们回德王府如何交代今日之事？行了，将那3个活着的带走审讯吧。白玉说的没错，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这确实是最简单利落的方法。唉，真是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啊！郡主，我谢谢白玉姐姐为我们说情。白玉姐姐，小六子刚才表现得很好吧？亲亲。什么？姐姐喜欢小六子吧？小六子。你不喜欢小六子，白玉姐姐是骗子，大骗子！等等，梅六，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好像我变成了负心女？明明人家美琪追着白蕊跑的，我却要追着梅六跑。师傅，司礼监的人还没有拷问出结果吗？待在这房间里，你倒是淡然。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那几个天理教的人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奉命袭击马车，劫走你和司流风。不过天理教徒最近在京城一带异常活跃，这些教徒平日里化为平民，到了行动之际则穿上他们的服装，在京城周边的村子里威信颇高。师傅，你恐怕要警惕一下，这天理教绝不可放纵。宗教信仰对人心智的影响远超你的想象，更有甚者，能颠覆一朝根基。好，是吗？说到底不过是一个读了几本史书话本的女子罢了，即便足够狠毒聪明，说到朝政军情，又能懂什么？若师父不介意，便听听徒儿的妇人之见吧。历史上大部分农民起义都曾利用过宗教口号或教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太平道，东晋末年孙恩卢循的五斗米道，唐朝前期陈硕真的道教，这些教义无论什么口号，都有着均贫富的核心。大部分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影响了一朝的根基，朝廷疲于奔命，四处灭火，战乱中民心不稳，天下大乱。历史上大部分王朝都是如此灭亡的。问君一句，哪个盛世王朝是在民心安定之中被取而代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千岁爷还是要多加防范才好。我一直都将心思放在边境来犯的外族之上，从未想过小小教会之事会有这般影响。不仅是我，朝中所有人也都是如此。不想她一个深闺女子，竟然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依你之见，本座该如何去做？即刻派大军全部剿灭，还是以司礼监的探子和锦衣卫为主，
进行小范围的绞杀。这些人无非是没有饭吃，穷困潦倒，衣不蔽体，所以才被蛊惑。天理教用的是尊天理、得米粮这种粗陋但有效的口号，才发展了那么多教徒。若以强硬的手段去剿灭，反而会让他们得到舆论的同情，对朝廷不利。舆论就是民生言论。不如这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朝廷可大力发展佛道二教，拨给佛道二教米粮，让他们广设粥厂，接济平民，让佛道二教派的信众去熏化那些天理教教徒。若两者发生冲突，也不过是教众间的冲突，官府便可作弊上官，必要时再处置天理教徒，褒奖佛道二教。如此一来，朝廷便不需费太多兵力与财力在这上面，天理教即使不灭亡，也永无壮大之日。不错，此法甚妙。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想必师傅也明白，司礼监和锦衣卫的恶名已经够臭了，何苦让他们再做那些恶事，强行镇压呢？民言，本座只相信以血止血，以战止战。师傅，你是故意这么做的？为什么？难道你根本不在乎这无上的权势吗？百里清曾说过，若他死，必定让天下苍生陪葬。这个人对生死毫无敬畏之心，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未来。为师的爱徒真是太聪明了，只是不要自作聪明。因为没有希望，就没有绝望，所以你可以将众生性命与喜怒哀乐把玩于手中。哪日你倦怠了，便要毁了自己与众生。为师告诉过你，不要随意窥探为师的心思。你真以为你很聪明了？不过是一个玩物而已。你在生气？为什么？若是什么都不在乎，又何必因为被窥破心思而生气？他竟然在试探我。怎么，顶撞为师，拿着自己的小命试探为师的底线，很有趣吗？该死，我已经有多久不曾这样失控了？都是这个该死的小丫头。千岁爷，为什么不杀了我？别告诉我只是为了那块令牌，又或者，即使身为宦官，你仍旧对我动情了。西凉墨，若非是那人，为师当然爱你。你是为师的爱徒，不是吗？失败了，还是没能逼他说出来。像百里清这种人，盛怒之下才能试探出一点蛛丝马迹。他到底为什么对我容忍至此？这根本不只是对一个玩物的态度。他口中的那人是谁？很失望吗？不该你知道的东西，不必知道。你只要知道你属于我，乖乖的在为师的羽翼之下就好。师父，温柔点。疼呢？百里清，你错了。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当我的主人，即便是你，也不行。不肯回答，也不认为自己属于我吗？总有一天，你会接受这个现实的。不好意思，徒儿背上很疼，所以忍不住咬了你一口。想必师父一定不会介意的。你这睚眦必报、忤逆不孝的恶毒丫头，可我偏偏不舍得杀了她，还让她看穿了自己的底线，真是……哼！她坏的时候，让你想一口吞了她，剥皮抽筋；倔的时候，让你想看她哭泣求饶。偏偏如今这般娇柔妩媚的看着你的时候，却让你想怜爱到骨子里。百里清，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总有一天，我一定要看到。
说起来，你知道今儿抓的人里，有一个人可算得上你的熟人不？德王府秦大管家的公子，秦如海。难道秦大管家和天理教有什么关系？又或者是天理教与德王府有什么关系？但今日小王爷与我同乘一车，这般行事完全不顾及他的安危。总之，那秦大管家可不简单，他曾是德王爷的谋士，本座与他多年前也算交过手。世上哪有这么多的巧合？这天理教竟然能逃脱我司礼监的探子监视，未让司礼监查出他们的教主身份，也没有让高层护法被抓捕过，也真算是本事了。不如就由木儿想法子去试探一番，看看这个所谓的主上可是秦大管家，又或者另有其人，也好早日为师父将这天理教铲除。既然爱徒有这心意，为师倒有一个有趣的法子，不如这样。那要不要这样？就这么决定了。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找到风儿他们？你们到底是怎么办事的？王妃息怒，我们武城兵马司和顺天府已经加派了人手去搜索德小王爷和少王妃的下落了。这天理教是想借此向朝廷要挟示威，或向德王府索取银钱报酬也不一定。不，这绝对不可能。王妃，这位管家未免也太无礼了。贵人们在说话，哪有他一个下人插嘴的份儿？你回来了，小王爷和少王妃都回来了。母妃，婉儿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听到你们出事的消息，吓死母妃了。母妃，夫君犯风寒了，到如今烧还没退，今儿又遇到了贼人，好不容易才脱身。咱们先让夫君回邀月阁，请李圣手过来看看吧。少王妃，奴婢们来伺候小王爷就好。这境遇，可怜的孩子，今儿受惊了吧？快回邀月阁梳洗一番。因这事儿闹得极大，牵扯了天理教，顺天府张大人一会儿怕还是要向木儿你问些问题。这境遇也太不知分寸了。是。西凉墨竟然毫发无伤地回来了，可是如海还没有消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如海出了什么事？母妃，各位大人，久等了。少王妃好大的架子，竟然让王妃与诸位大人在这里等了你整整1个时辰。大管家，你这是在代替母妃训斥本少王妃吗？秦管家，你最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虽然西凉墨姗姗来迟让人很不满，但这秦大管家算什么？一个卖身为奴的下人，竟敢与我们坐在一起，还这么嚣张跋扈。哼，少王妃，在下岂敢训斥于您？只是诸位大人都在等着您。您这样姗姗来迟，恐怕会让人以为晋国公府不曾教过您什么叫礼数呢。这个该死的贱人！母妃，媳妇今日一直担心着小王爷的身子，看着他吃不进东西，自己也吃不下去，劳累了几日，今日又遇到了恶贼。媳妇从小养在深闺，何曾遇到这样的事？方才在房里梳洗时，才晕了好一会儿，还是吃了定心丸和喝了粥水才能走过来的。少王妃今日受了惊吓，是我等设想不周，该等少王妃定了些惊，休养1、2日再来询问才是。墨儿怎好让大人白跑一趟？请大人尽管问吧。墨儿也希望能将那些贼子抓获归案。还是少王妃深明大义，不像某些以下犯上故意挑衅巡视的奴才。不知少王妃今日遇贼情形如何？其实墨儿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只是按照原来的路线回家，却不知为何误进了一条无人的巷子，才遭遇袭击。王府的侍卫们几乎都被杀光了，
却突然有侠客从天而降，救得我等，还令我等速速离去。我们只得一路逃跑，因为怕那些贼子还在追杀，一直不敢轻易出来。等几个时辰后确定平安了，小王爷情形稍好些，我们才敢回来。大侠？可是现场并没有看到什么大侠，而且那些天理教徒死状凄惨，什么大侠出手这般阴狠，简直是向死里剑的作风。我临走前曾告知那位大侠，可到王府前来一聚，以谢过他的大恩。莫非那位大侠已经……到底是什么侠客？天理教徒全军覆灭，但尸体里少了3个人，如海就在其中。难道是那个什么侠客带走了如海？禀报王妃，府外有自称紫衣客的侠士求见。没错，紫衣客，那位大侠正是身着紫衣，身负长剑。在下虚无派掌门，人称紫衣客，见过王妃与各位大人。多谢掌门人救下我儿，此番大恩，敏感五内，不知该如何答谢。王妃不必客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是我江湖正道当为之事。我也非图着富贵荣华，但在下正好在等一外出友人。既然王妃开口了，在下也不客气，只借住德王府3个月。这3个月，在下也不白住。我看贵府的侍卫武艺实在不堪入目，连天理教那种乌合之众都敌不过。在下在这期间给侍卫当个教头，如何？此人武功高强，又不知底细，怎么好留在王府3个月？啊，这恐怕……对了，在下这里还有个见面礼，包管各位大人会喜欢。此乃袭击德王府车驾的天理教徒的带头护法首级。儿子，我唯一的儿子。此卑鄙之徒竟然敢偷袭本掌门，所以本掌门对他施以分筋错骨手，待他痛不可忍，再砍下头颅，以示警戒。还请掌门将这颗头颅收回去，这里的女眷恐怕经不得这般惊吓。秦管家也受惊了，来人，送秦管家回房休息。不能让老秦暴露他与天理教的关系，秦如海的尸首，他绝对不能认下来。不必，是小人失礼了。王妃，这位紫衣客乃是我们王府大恩人，若这点要求都不答应，岂非让人笑话咱们德王府吗？大管家说的是，我儿承蒙先生相救，自然是要请先生留下做客的。不说3个月，便是留下3年做个门下亲客，又有何不可呢？王妃果然是个痛快人，在下有礼了。这头颅怎么似有些面熟？早前本官就曾道，此案必定有内奸。少王妃对此人有印象，说明本官的推测是对的。不如少王妃再仔细看一番。甄敏一早便受到如此惊吓，如何再与大人这般去辨认那种东西？甄敏年纪尚幼，惊慌之下看走眼也是有的。婉儿，你们都平安回来就是最大的幸事了。那些血腥玩意儿，可不是咱们妇道人家该沾的，没得惹医生晦气。请回房间休息吧。这次的事，甄敏的丫头和侍卫一个都没有伤着，德王府的人除了风儿以外，却半个都没有活下来。这真的只是巧合吗？是。是我们考虑不周了，那便等我们将这些贼子绘制成画像，再拿来给德王府的众人辨认吧。贱人，
怕你才是疯了！你竟然背着我做下这样的事，你是要对风儿也出手吗？难道你不想知道那块令牌的下落吗？若西凉墨被掳，我就不信蓝氏会真的不拿出那块令牌。我不连风儿一起带走，岂非留下破绽？真是如此简单吗？还是说，你以为风儿有3长2短，你娶了本王妃，就能让秦如海顶替风儿？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天理教是我为你而成立的，想的就是有朝一日大业可成，我便能名正言顺地娶你。老秦，你一定要记得你今日所说的话。若是你负了我，必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好，我信你。风儿并非你亲生，当年也是你亲手断送了她娘亲。你这么护着她，日后此事揭破，你如何自处？她永远都不会知道。我说过，我不会过问你在外边的事。只是这一次，你弄出这样的动静来，恐怕武城兵马司和顺天府尹都不会善罢甘休。如海，如海的事，我绝不会善罢甘休。那紫衣客让我断子绝孙，我必定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才能告慰我儿在天之灵。果然，这就是他要留紫衣客在王府的原因。老秦这般失控，我该如何是好？刚刚那是什么东西？一定是太困了，是幻觉。啊！我说紫衣客，你不在清河厢房待着，如何到了本少王妃这儿来？那是因为本掌门打算对少王妃你图谋不轨呀。我劝你节制点，小心内分泌失调，英年早衰。内分泌失调？你这丫头越来越放肆。行了，师傅，你别老顶着这张芝麻脸，难看死了。这两吓人的少女粉。看来当初本座血洗崆峒派时，顺便杀掉武林盟主，再剥了他的脸皮是正确的决定。丑成这样，实在是影响江湖众人的心情啊。哪如本座这般美艳动人，倾国倾城啊！师傅，你果然是东方不败，文成武德，真是闪亮呢！简直是当之无愧的少女心代言人，粉粉嫩嫩的第一老公举。少拍马屁，为师且问你，为师今后住哪儿？您不是有客房吗？德王府里危机四伏，为师还要为天下万民保养着娇弱的身子，若是有个损伤，怎么了得？为师决定了，还是住在爱徒你这里最安全。师傅，您不能总向小王爷下药吧？你到这里来是为了刺探那姓秦的，若是让人发现你我有来往，岂非前功尽弃？开什么玩笑！要是这大妖孽住在这里，没事就来折腾我，我连半点秘密都没有了。难道你想和司辽峰那货睡一张床吗？师傅无耻浪荡无所谓，但莫尔是姑娘家，可不能学坏。哦，那爱徒想怎么样呢？无耻浪荡，这丫头自从知道我的底线与软处后，便越发放肆了。徒儿当然不敢忤逆师傅，不如这样，徒儿要是方便，便在窗上插梅花的标识，师傅看到了才行过来。若为师不愿意呢？师傅不愿意的话，那徒儿就只能失礼了。来人啊！有贼人闯进王府了！捉拿贼人！就在前面，站住！别想站住！别跑！别跑！这个该死的小丫头！第一次将强敌赶出领土之外，这种感觉简直是太爽了！墨儿，你可算是回来了。父亲，您还是要节哀，您脸色越发的不好了。为父还好，你给你二娘上一炷香吧。这么多年了，
他终归……是，木儿都明白。用这个吧。大姐姐，怎么了？如今连仙儿的香都不愿意用了吗？前2天离世说，建国公召回了被锁在庄子里的西凉丹，连被韩贵妃藏进宫里养病的西凉仙也回来了。听闻二小姐在韩贵妃的照料下，已经逐渐恢复神智了。韩氏没了，此次她回府，恐怕不会善良。郡主，你一定要多加小心。二妹妹在说什么呢？咱们都是姐妹，二娘去了，你要顾着身子，不要太悲伤了。果然，西凉仙看起来比过去更让人捉摸不透了。那便让我拭目以待吧，看他还有什么下三流的手段。大姐姐，请留步。2位妹妹可是有事？今儿是二娘的头七，二娘素不喜欢姐姐，妹妹们还是离姐姐远些好，莫要让二娘生气了。2个月不见，西凉丹竟然憔悴成这样，看来离世给了她不少苦头吃。大姐姐，过去是妹妹年幼无知，如今母亲也已经去了，大姐姐宽宏大量，便原谅我和丹儿吧，让丹儿回来，也放过我吧。以前是我们错了，我们真的再也不敢了。西凉仙竟然能这样低声下气的求我，难道她真的变了性格不成？二妹妹不必对我行此大礼，姐姐实在是受不起。我们虽有过不少争执，但我从未怪过你和丹儿。送丹儿到庄子的事是父亲决定的，我也无能为力。父亲疼爱姐姐，若姐姐愿意为丹儿说情，父亲一定会同意的。我们过去是对不住姐姐，可母亲已经死了，难道姐姐一定要让我们姐妹都拿命来偿吗？姐姐，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再回庄子里了。罢了，妹妹说的是，说到底我们都是一家姐妹，我会尽力而为，只是此事最后到底如何，还是由父亲决定。姐姐，你真的不怪我了？其实都是母亲不好，是她让我们欺负你的，你不会把我们都杀了吧？啊？以后大姐姐叫我干什么，只要给我饭吃，我都干。妹妹这是怎么了？说什么胡话呢？二娘不是心急而死吗？难道你觉得我会做出这样的事？姐姐，府里外都有流言，说是母亲与人有私。那日你回门时候的车子出事，我们也都听说了。你只告诉我们，今日这一切下场，可是母亲咎由自取。我们不敢怪姐姐的。我问心无愧，虽然我与二娘并无母女之情，但二娘的死与我无关，为何妹妹们一直口口声声要我承认与二娘的死有关呢？还有，四妹妹当知，男女婚事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非我能做主夺走小王爷。若你不再怨恨我与小王爷双宿双栖，大姐姐永远欢迎你上德王府做客。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你这丫头，还是要勤加修炼内功。难道你不知，方才咱们刚打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吗？鬼门关？可是刚刚二小姐和四小姐不是来求饶的吗？求饶？方才那段路埋藏了上百名弓箭手，我说话稍有不慎，恐怕就是万箭穿心的下场。若我只是一个毫无内力的普通女子，还真察觉不出。我等守护不力，请小姐责罚。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武艺再高，也不能瞬间绞杀上百名弓箭手。是我低估了那俩姐妹，没想到她们竟然能做到这种程度。不过凭借那俩人，恐怕还没有这般能耐。能够不经过靖国公取得兵符调动府兵的，大概只有我那身为参将的大哥哥了。他们疯了，竟然敢去调动外头的府兵围杀咱们，就不怕国公爷和宫里追究吗？
大小姐，此事非同小可，一定要告诉国公爷，让他收回世子手里的兵权。不，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不能被他们倒打一耙。而且我那大哥今日没有对我动手，恐怕是因为还不能确定韩氏是否真的死在我手里。他和西凉仙姐妹不同，他是男人，若非真的血海深仇，他还是更看重大局和整体的利益，否则他今日就会对我下杀手了。那我们要怎么办？难道就任由他们这样放肆？当然不，他们所倚仗的不就是西凉敬德国公爷的信任吗？但若国公爷不再信任这位世子了呢？既然他们嫌这太平日子过得不舒坦，那我便送他们一程，给他们一个和韩氏一样完美的结局吧。大妹妹，听说你为了丹儿向父亲求情了，父亲已经准许丹儿留下，谢谢你帮了丹儿。过去的事，墨儿不想再提。如今墨儿也嫁人了，说来已不是国公府上的人，我只希望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墨儿今日便回德王府了，大哥哥与两位妹妹便好自为之吧。墨儿没有否认他过去的怨恨，如今虽然不计较了，但也算是明言他不愿和我们交好了。也是，若是我，也不会轻易原谅。呸！这个贱人，装什么大方？如今我回来了，我一定要好好的惩治那些敢对我动手的贱婢，还有黎氏和那贱人。够了！你们还要争到什么时候？没听懂他的意思吗？若有下次，他必定不会再轻饶。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是帮着西凉墨吗？还有，昨天明明有机会杀了他，可你却放弃了。我们说好了，墨儿承认母亲是他害死的，我就下令万箭齐发。但他说了不是他，你我都清楚，是老太太下令处置母亲。墨儿，你疯了吗？他是我们的仇人，他说你就信？西凉镜，你还是个有血性的男儿吗？母亲怎么会有你这样一个敌我不分的儿子？你住口！你打呀！母亲尸骨未寒，杀母之仇未报，你便如此对待自己的妹妹，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向母亲交代。仙儿，你听好了，若西凉墨真的杀了母亲，我会第一时间砍下他的首级来祭祀母亲。但为兄不是你手中的剑，任由你随意利用铲除异己。大哥，调动兵马为辅这种事，只能做一次，否则必定会引起父亲的猜疑。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西凉墨，这次算你走运，下次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跪地求饶。什么？师父这几日不在？自小姐回晋国公府后，督公说德王府枯燥无聊，便离开了，只让媚衣假扮着紫衣客，在王府内外行动。这是个查案的样子吗？他觉得枯燥无聊，是因为少了我这个消遣物吧？不过，老妖怪我一不在就寂寞了，整天只会对我纠缠不休。大小姐，德王妃来了。母妃，您怎么来了？甄敏，母妃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与你商量。母妃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母妃准备让风儿纳靖宇为妾。儿媳进门不到1个月，你便要给小王爷纳妾？京中哪个正经人家正妻进门不到1个月便纳妾的？不输按规矩等1年，冲着晋国公府的面子和我的身份，半年也该等得起吧？母妃知道这事儿让你为难，但你目前还不能怀上孩子，风儿身边不能没有人伺候。这些日子她病得越发严重了，你身上又带笑，不如就给靖宇先开了脸，也算是冲喜。你放心，靖宇向来贤德真静，会谨守妾室本分的。他只是过来伺候风儿而已，你们拿她当个使唤丫头就是。母妃都这么说了，儿媳还能拒绝吗？既然她是母妃打发过来的通房丫头，今后便让她住在小王爷的书房吧，也不必到邀月阁来。她不是侍妾，自然不必立规矩。
什么？少王妃，你怎么可以让奴婢当通房丫头？甄敏，靖宇跟在我身边多年，几乎是半个女儿。如今是母妃的私心，希望她能留在府里，才将她许配给风儿，当个贵妾。母妃再看重靖宇，她也不过是个奴婢。儿媳是皇家亲封的一品郡主，也是晋国公府的嫡出小姐。过门不到1个月，便让夫君纳一个奴婢为贵妾。这要是传出去，儿媳没脸，难道王府就有脸了吗？少王妃，你若是不愿意直说便是，何必找诸多借口？王妃，哪里来的贱婢，竟然敢当着本王妃的面动手！奴婢何氏是宫里皇后娘娘身边的2品私膳女官，曾负责宫中新人的宫规调教，如今是宫里只给甄敏郡主的教习嬷嬷，见过德王妃。原来是何女官，真是失敬。奴婢不敢，只是见这靖宇如此不知礼数才出手。他想在小王爷身边伺候，还是学学规矩吧。你，靖宇，母妃，靖宇是您身边的人，儿媳自然不会亏待了他。只是宫中宫女抬举成贵人，也是要有个名头。等靖宇怀上了小王爷的子嗣，儿媳自然会抬他当个姨女儿。如何？也好，就这么办吧。王妃，您不觉得该给靖宇个交代吗？您说过要让靖宇当个贵妾的，如今不说贵妾了，靖宇连贱妾都不是，只是通房丫头。放肆！小蹄子，你就是这么跟主子说话的吗？难怪方才那何嬷嬷要教训你，真是本王妃素日里太过宠爱你了。宠爱？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却只能作为奴婢活着，这便是你的宠爱？你说什么？是谁告诉你这些话的？是谁？我倒是希望这些话是假的。我靖宇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才会有像你这样一个狠心绝情的娘？王妃，小心！糟了，这里可是人来人往的走道，你们刚才都听见什么了？奴婢们什么都没听见。你们都是跟了我多年的人，本王妃自然是知道你们忠心的。既然什么都没有听到，那就是最好的。若让本王妃听到有那嚼舌根的，就休怪本王妃不讲情面了。谢王妃。只有死人才会保守秘密，这些人是一个都留不得了。没想到德王妃看着如此真静贤淑，却也是个按耐不住寂寞的。哼，竟然与野男人有了私生女，还如此大胆地带在身边。这只鸟搞什么呢？只是这奸夫是谁呢？您不觉得那秦大管家在王府里的地位超然了吗？色鸟，我迟早有一天把你给阉了，让你和督工一样。是啊，一个深闺寂寞，一个野心难藏，倒真是一对绝配。德王妃不是个真心慈手软的，你将那些仆妇不动声色地救下来，日后必有大用处。是，鹦鹉是红烧好吃，还是炖汤合适呢？督工，小姐回府了。滚！她回王府了，与本座有什么关系？莫非你是那丫头的眼线吗？属下知错，因为郡主在窗子上插了梅花的标识，属下才来通报。你臭丫头，竟然胆敢把本座赶出来！本座这次绝不会轻易的原谅她。梅花标识，属下这就去回了郡主。我还要继续烦此一刻多久啊？回来，本座叫你滚你就滚了，一点主见都没有。作死吗？还不滚进来伺候本座更衣！
嗯？香姐姐，你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母妃要这么对我？如果不是你告诉我这件事，我还不知道要被埋在谷里多久。母妃根本不想让我知道我的真实身份。雨妹妹，万般皆是命，谁让咱们都不是那名正言顺嫡出的孩子呢？你瞧，思涵玉是名正言顺的郡主，日后娶她的必定是高门贵邸，咱们不过是日人百步的命。王妃不要许我个不知所谓的纨绔子弟，我就满足了。你到底不同，是王妃肚子托生的，若是你，若是什么？唉，若是没有了韩愈，你不就是王妃唯一的亲生女儿了吗？王妃自然只能将所有的关爱都给你了。没有了韩愈，你是说？是啊，你不是想当刘峰哥哥的正妻吗？我有一个办法，只要你听我的，你想要的一切都能得到。小王爷，你不要怪靖宇，靖宇已经和父亲商量好了，思涵玉也好，西凉墨也罢，这些妨碍我们的人都会消失，到时候你就只属于靖宇一个人了。小王爷，师傅，你手法不错，好舒服呀。真的吗？平日都是别人伺候本座，难得今儿我也有伺候人的时候，倒还真有趣啊。师傅，咱们是在谈正事吧？别恼，海图，咱们总得做戏做全套，否则岂非对不住那些在屋顶偷窥看戏之人？是秦大管家派来的人，师傅可有什么打算？若是咱们的秘密被发现了，你做什么？为师自有安排，放心，为师会保护你的清白的。这回，为师便陪爱徒你演一出好戏吧。别这样！对。大管家，如何？可有把握？今日雨儿说的是，我原本还想着有些麻烦，不知怎么算计的，没想到那小贱人早就勾搭上了紫衣客，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也怪不得那郡主，她加入王府一月，小王爷是病了，就是因为大夫的交代，不能与郡主同房。哪像静言有大管家这般强健的男子在旁。小丫头，后日你且引了那紫衣客到后花园的玲珑塔去，事成了，本大管家重重有赏。大管家要赏赐我什么？您就不怕王妃打翻了醋坛子？哼，那跋扈的老妇，迟早有一日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下堂妇，到时候你就是本管家的王妃了。郡主，德王妃派人送了2个丫头过来了，说是昨夜靖宇姑娘已经伺候了小王爷，让您亲自给她送2个丫头过去。母妃还真是迫不及待。罢了，伺候我起来吧。靖宇，你怎么会在这里？小王爷，昨晚的事，您忘记了吗？昨晚明明是……恭喜小王爷新得美娇娘，
靖宇是王妃给小王爷安排的通房，妾身身子若不能伺候小王爷的时候，就由靖宇来伺候你。等靖宇有了孩子，再给他提姨娘。这2个丫头是母妃命我带过来给靖宇的，以后他们就跟着你了。谢少王妃。妾身告退。墨儿，等等，墨儿。小王爷，妾身自知卑微，可我与您是青梅竹马，自幼便倾心于您。如今妾身不求名分，只想伺候您而已，难道这样也不可以吗？你这又是何故？小王爷，求您怜惜怜惜玉儿吧，为了您，我什么都愿意付出。少王妃这边请，韩玉郡主已经在塔上等着您了。是吗？韩玉向来怕冷，这样的雪天会约我出来赏雪景，倒是奇了。呵，这不是少王妃吗？您怎么会在此？先生有礼，墨儿是与韩玉郡主有约。来人呐！韩玉郡主坠楼了，快抓住少王妃！是少王妃，少王妃将郡主推下楼了。秦管家来的还真是及时，看来你已经在旁边等候许久了。少王妃休要胡乱攀扯，你残害韩玉郡主，以为自己逃脱得了吗？去请母妃过来吧。既然你们做好了准备，那便请母妃定罪吧。韩玉，我的韩玉啊！是谁？到底是谁害了我的女儿？王妃，您一定要替韩玉郡主做主啊！是少王妃，她与子衣客私会苟且，却被韩玉郡主撞见，便将韩玉郡主推下塔，杀人灭口。我也看到了。陈侯，你休得污蔑少王妃！我没有，是少王妃说小王爷体弱多病，宛如废物，还不如子衣客那样的江湖侠客。甄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事情不是明摆着吗？少王妃当初被这紫衣客所救，德王府的奴仆全都死了，可少王妃身边的人却全部都好好的，这本就不对劲。小王爷昏迷了，你们脱身后那一整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不都凭借少王妃一张嘴吗？再说了，平日只有少王妃在，紫衣客才会回德王府住。少王妃回国公府时，紫衣客便在市井游玩，这也未免太巧合了。这倒奇怪了，我何时出去游玩，难道还要看少王妃是否在府吗？你们说少王妃杀了韩玉郡主，那塔的墙高度齐胸高，她一个弱女子，怎么把韩玉郡主推下去？我记得嫂嫂好像是有武艺的。昨日我还看见嫂嫂从玲珑塔上飞了下来，好像仙女一样美呢。哦，没想到连思涵香也要掺和一脚。今天的事还真是有趣，试探出来不少牛鬼蛇神。难道香儿说错话了吗？都表演完了是吗？那么也该轮到本郡主了。来人，将韩玉郡主带上来吧。什么？不，这不可能！莫非韩玉差点就见不到您了？玉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没事了？是大管家，是他将我推下塔。若非嫂嫂和紫衣客大侠，女儿早就魂归离恨天了。如今他还要借此来诬陷嫂嫂和紫衣客大侠。他让禁言告诉我，说嫂嫂在玲珑塔上设宴，我到了塔顶后，他便将我堵了嘴，捆起来吊在第8层塔基隐蔽处。大管家还吩咐禁言，等紫衣客和嫂嫂一被引到塔中，便割断捆我的绳子，将我摔死，
最后由春红来抓嫂嫂，与子一刻所谓的奸情。果真是春红你这贱蹄子污蔑墨儿。那静言呢？他去了哪里？静言在此。本山人虽然被静言诱至塔顶，但我有听声辨位之能，便发现了被绑住的韩愈郡主，所以我救下韩愈郡主，将计就计给静言换上郡主的衣衫，并将她丢下塔，为的就是揭穿这秦大管家的真面目。一派胡言！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当然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你就是那个天理教在王府的内奸。张大人，你们怎么来了？是我让人去通知他们的，因为儿媳已经认出了那日天理教教徒的头颅，正是秦大管家的独子秦如海。西凉墨，你分明与这子一可有染！杀了我儿，还害我至此！雕虫小技，还敢在本山人面前献丑！张大人，这个人就交给你们了。不是我，是秦管家逼我的。怎么办？事情败露了。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如今一切水落石出，各位往后还有什么戏想演的，墨儿一定奉陪到底。今晚就让那青年老妖得意一回好了。我是想问问他审讯秦大管家的结果，才不是想见他。奇怪，每次插了梅花，那老妖孽明明不到半个时辰就会出现的。还等个屁！我自己睡了。臭老狐狸，本小姐再也不在窗棂上插梅花了。那个时候，我以为那一晚只是意外，却没想到自那一日后，百里清就再也没来过德王府。郡主，您怎么来千岁府来？老身不是3日前便向您告假，说千岁府上有事，我需要先回来一趟吗？您……我是来找师傅的，怎么，我不能来吗？百里清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否则不可能把何嬷嬷突然召回去。千岁爷今儿不在府上，您还是回去吧。嬷嬷，我想听实话，若您不方便告诉我实话，也请您替我向师傅通传一声，让他给我一个准信，我好做下一步的安排。千岁爷这几日练功到了闭关的时候，其他事情都要暂时缓缓。他吩咐过不见任何人。郡主这是怎么了？他往日向来识时务，是比谁都要清醒明白的人。今次千岁爷下了这么明显的逐客令，他却仿若未觉，真是固执。没关系，那我便在师傅平日见我的房里等着，他什么时候出关，我便等到什么时候。郡主，您请慢用，咱家就在外面候着，您有什么需要的再吩咐我们。那就麻烦公公睡一觉了，动手吧，把这个太监的衣服换下来。哼，是。沈小白，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如何？就看你这次的表现了。你可要帮我好好找到那妖孽的所在之处。这几日，百里清都有前往御书房露面，却连通知我他另有安排的时间都没有。这种诡异的情况，要么是他瞒着我在做什么，而此事对我不利，要么就是他出什么事了。闭关只是托词，而在御书房的根本是个假货。这里真的是百里清的府邸吗？好荒凉啊！
百里清向来追求完美奢华，怎么会允许府里存在这么一个破败的地方？居然还真的有狗洞！死肥鸟，要是让我发现你耍我，你这辈子都别想好过了！姐姐，你是谁？这里怎么会有人？不对，我穿着宦官服，他怎么发现我是女人？小弟弟，你又是谁？为什么在这儿呢？除了锁链，屋子里还什么都没有，墙壁全是被砸过的痕迹。这少年到底是什么人？洛儿一直在这里啊，有坏人把我关这里了，我想要爹娘。嘘，小声点儿。好了，别哭了，姐姐有糖给你吃。啊，真的吗？洛儿要吃糖。站住！好强的内力！你是谁？竟敢擅闯这里！郡主，郡主，你不是在歇息吗？为何在此？还打扮成这个样子？我只是想知道师父在哪里。既然我已经被你们发现了，你们要么杀了我灭口，要么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罢了，郡主，你随我来吧。唉，若是寻常千岁爷后院那些奴仆如此作为，打死就是了。可偏偏是郡主，千岁爷待她始终是不同的。嬷嬷，这少年是千岁爷的爱宠吗？洛儿好像很怕何嬷嬷和媚意。他的自称应该是百里洛才对。什么？他是师父偷偷生的儿子吗？他是千岁爷的孪生哥哥，只是许多年前就傻了。不是吧？师父长得那么老，可是洛儿分明看起来就是一个少年啊！说师父是洛儿的爹还差不多。洛公子被人下了毒，因此身体停止了发育。你别看他如今这模样，他若发起狂来，世间没几人能治得住他。司礼监已经为他折损过好几个高手了。所以百里清是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兄长，又担心他会成为敌人威胁自己的软肋，才将他锁在这里吗？没错。这倒是稀奇，我以为师父会毫不犹豫地杀掉百里洛呢。像他那样的人，怎么能容忍有一个这样的累赘弱点存在？郡主，你不要忘了，如今你不也算得上是千岁爷的累赘吗？你有什么资格嘲讽千岁爷？老身只能带你到这里了，但是千岁爷愿不愿意见你，便要看千岁爷的意思了。让他进来吧。是百里清的声音，可是为什么这声音听起来这么虚弱？师父，为师知道你在窗棂上插了梅花，只是为师这些日子不能出关，倒是叫你白等了。你没什么事吧？为师能理解成你是在关心我吗？甚至因此失去理智，冒险深入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只为探查为师的下落。谁关心你了？不过你身体不大好，是吗？爱徒的眼睛果然还是如此锐利。若为师说忽然练功走火入魔，功力全失，所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以躲避仇人的暗杀，你信吗？可笑，要是百里清真的功力全失，怎么可能会见我？这么说，师父倒是信任我，这种情况下还放我进来，就不怕徒儿一时起了歹意，对你不利？好强的杀气！百里清想杀我，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一掌下来，重伤的也只会是我。什么？怎么样？本座没有骗你吧？刚刚爱徒你的脸上，可是完全一副不信任为师的模样呢。想死吗？明知道自己身体这个样子，还要拿来开玩笑。他身上竟然真的连半丝内力都没有。你生什么气啊？爱徒你不是一直很憎恶为师吗？如今这是大好时机，你便杀了为师，
一泄你心中之恨吧。师父，嬷嬷，美依，你们在不在？不行，不管怎么样，百里清还不能死，我还需要他，至少他不该现在死在我的手上。他还不能死。这老妖孽身体是无底洞吗？这都可以吸光我的内力。他的情况是稳定了，可我的内力全没了呀。阿七，娘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睡着的百里清，他的敌人大概很多吧？又有谁真的见过他沉睡的模样？看够了。啊，师父，你醒了。百里清的内息竟然都恢复了，不对，这种内力全失的诡异情况，明显更像中毒，而药引就是我这个与他拥有的同源内力之体。哼，原来是我自己笨，千辛万苦送上门来做别人的药引子。为师每年都有5日，会因为体内毒发而彻底失去内力。毒发之际，需要新鲜血液来度过。若有同源内力之体为为师行经渡气，便能将余毒压制住。如有对方同脉的纯净血，连着饮3年，便能将体内的毒清除掉。所以，你助我修炼武艺，甚至不惜耗费10年内力为我打通任督二脉，就是为了今日。原来全是我自作多情，他费尽心思，不过是为了培育一个药人罢了。为师原本没有想过这一次就要用上你，可你却亲自找来了，为师很欢喜呢。丫头，你为何要去计较前因后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为师素来不做便宜买卖，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只后悔方才没杀了你。口是心非的小东西，既然今天你错失了机会，没能杀了我，在你再次有本事下手前，你就还是为师的。你真不要脸！若你真的那么恼，明年此时，为师必定让爱徒来为我护法。你想取了为师的命，还有4次机会，如何？这人世间真的让你如此厌倦吗？今晚月色正好，咱们一会儿出去痛饮几杯，喝痛快了，为师今儿就不闹你了，如何？师父，让徒儿再借些血给你可好？师父想要徒儿多少血都可以，可是别忘了你刚刚说的，用你的命来还。你的命是属于我的，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死。逆子！那柳侍郎是谁的心腹？你可知道？什么和柳侍郎只是寻常交往的朋友？寻常交往，需要半夜里去别人府里吗？是柳侍郎说他府上有一柄夜明刀，请我夜里去看。父亲，孩儿真的不知道为何父亲这么生气，是孩儿做错什么事了吗？父亲突然就召我过来，劈头便是这一顿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赏刀？怕是贿赂吧？不甚熟悉的大臣怎么会送您一把如此名贵的夜明刀？说得好听是莫逆之交，不知道的以为您一个边疆守将与内臣私自结交呢。姨娘，你最好注意说话的分寸。你闭嘴！看清楚了，这是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东西。若你没有其他心思，盗取府中的军机做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些东西落在司礼监手里，我们晋国公府会有什么下场？为父今日接到9000岁下的旨，要提调你任京都骁骑营副都统，而其他雁门关的武将都降调至东北金门，只有你一人升职。其他人看似平调，实则降低了职权。京都骁骑营副都统
佟掌管京畿西6营。这种既有实权又有品质的肥差事，向来都是百里清的人在任职，却莫名落到你的头上，你怎么解释？父亲看不出吗？这是有人刻意栽赃陷害，想离间我们父子。您养育我这么多年，别人不知，难道你也不知孩儿是什么人吗？孩儿发誓，若做过违背祖训、为求荣华富贵而攀附奸人之事，必定天打五雷轰，从此永坠阿鼻地狱，不得好死。证据就在此，便是为了让国公爷相信世子何苦说谎，发这种毒誓啊！我问心无愧，自然敢发毒誓。倒是董姨娘3番4次想挑拨我与父亲，我看居心叵测之人是姨娘才对。董事，静儿说的没错，我确实被愤怒冲昏头脑了。他是国公府的继承人，不可能出卖我们。他才刚失去母亲，我却这样怀疑他。唉，罢了，其他人那里为父会替你去解释。此事待为父查明后再议。这些时日你不要随意再出府了。是。到底是什么人泄露了军中机密，又害得我被父亲猜疑？若是让我抓到这细作，必定将他千刀万剐。郡主，您吩咐属下做的事，属下已经做了。可我们都做到这种程度了，竟然还是扳不倒世子爷。我那哥哥是国公爷一手带大，情分自然不一样。咱们只是先在国公爷心里种下一根刺罢了。你也不用太心急，你肚子里的孩子才1个多月，日子还长着。等那根刺长进国公爷的心里，没了我那大哥哥，你的孩子不就成了国公爷最疼爱的孩子吗？妾身真的不能把这个孩子的事告诉国公爷吗？姨娘是忘记自己身份了吗？大哥出身高贵，外祖家是偏后世家的韩家，还立有军功。你不过是风尘出身，若你的孩子妨碍了他，你认为老太太会选择保下谁？为什么国公府这么多年都只有1个嫡长子？其中的缘故，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我今日将世子爷彻底得罪了，怎么办？老太太会不会……姨娘已经和大哥翻脸，就不必再瞻前顾后，总要分个胜负才是。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本郡主保证姨娘肚子里的弟弟，有朝一日必能坐上世子之位。是，奴婢必听郡主之令。郡主，您真的要重用董姨娘吗？若不是我们给她下药，让她误以为自己有孕，她想为孩子一争世子之位，怕是现在还在做墙头草。当初靠着您，她才进了这国公府，得了国公爷宠爱几日，就被这荣华富贵迷了眼，连进府是为了给自己弟弟报仇的目的都忘了。韩氏头七当日，您差点被世子的府兵围杀，分明也有他的出谋划策。照奴婢看，这等无耻叛徒，一条草绳送他上西天就是了。我的玉儿也不知是不是和媚流走得太近，瞧瞧这一身杀气腾腾的，倒似个打家劫舍的女大王。啊，郡主，咱们再说正事呢，你少打去奴婢了。我到底是已经出嫁了，离氏除了韩氏为自己儿子复仇后，便有些心灰意懒，恐怕没那么多心思放在西凉静兄妹身上。董氏是一把好刀，他有野心，有他在，西凉家便不会太平。大妹妹，这一切都是你做的是吗？仙儿他们说的是真的，包括母亲的死也与你有关。是，又如何？世子爷如今才知道，已经太迟了。你大可去向父亲说，看父亲会相信你，还是我。当初本世子就该听了仙儿他们的话，下令万箭齐发，杀了你这个卑鄙的丫头。说起这件事，墨儿可是记仇了很久呢。墨儿听说二妹妹在宫中养病，竟然勾搭上陛下，陛下要封她为婉嫔呢。
除了给世子爷的礼物外，墨儿还备了回礼给二妹妹。你自身难保，且猜在这一次，你还保不保得住二妹妹？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我？谁说的？我就最喜欢我们小石啊！林姐姐，小傻瓜，就因为其他皇子对你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你就又躲起来哭了？大家都急坏了，父亲从军营回来饭都没吃，就一直在找你。陛下还罚皇子们跪了一晚，你还觉得没人关心你？父王再关心我又怎样？还不是把我扔出宫？太子哥哥还不是可以随意打骂我？陛下是为了保护你，才把你放到我们兰家的呀。这家里有我，有父亲，还有青儿和洛儿，大家都喜欢你。我才不喜欢什么青儿洛儿，他们不过是蓝将军不知道从哪里带回来的野孩子。他们在，林姐姐你都没空陪我玩了。不能说那样的话哦，青儿和洛儿不是野孩子，你不是，我也不是，我们只是一样失去了母亲而已，所以我们才更要珍惜彼此。林姐姐，我错了，你不要哭，我再也不说那样的话了。我只是想你陪我而已。林姐姐不哭，小石也不要哭了。林姐姐呀，我永远陪在小石身边的。小石，我找到我喜欢的人了，你会为我高兴的，是吗？为什么？你不是说好了要永远陪在我身边的吗？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为什么要离开我？你放开我！陛下，你放了！我不会允许你离开的，谁也不能从我身边夺走你。林姐姐，只有我才是爱你的呀。西凉无缘有什么好？他明知道我会扣下蓝将军，利用蓝将军引你进宫，却还是不敢保护你。他就是个懦夫。林姐姐，你是我的，我爱你，只有我才能拥有你啊！出家？为什么？林姐姐，朕可以封你为妃啊！你明明有了朕的孩子，西凉无言也娶韩氏为妾了，而且他和韩氏在婚前就有了苟且，韩氏未进门前就有了孩子，这种男人根本就不爱你。难道你就爱我？你爱我，所以你杀了我的父亲，为了亲手扶你上帝位的蓝家，折掉我的双翼。你爱我，所以强迫我，逼我的丈夫另娶他人，让他采集我和肚中的孩子。你根本不懂爱，从头到尾，你爱的只有你自己。你走了，这孩子出生以后，我便会常伴青灯古佛，不再过问世事。从今往后，你和西凉无言都不要再踏进这间佛堂了，否则我就死在你们面前。不要，不要，不要，林姐姐！陛下怎么了？可是梦魇了？我梦见蓝姐姐了，蓝姐姐。我想见蓝姐姐，可是为什么蓝姐姐对我心狠至此？她不愿见我。蓝夫人对陛下心中有怨，不过至少她还是留下了和您的孩子，不是吗？对了，墨儿，朕还有墨儿，墨儿一定是朕和蓝姐姐的孩子。传真敏郡主，朕要见他。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丫头，起来吧。
你嫁到德王府也有些日子了，朕的侄儿对你可还好？听说前些日子你和刘峰回门的时候遇上了天理教徒的袭击，可有受惊吓呀？谢陛下关心，墨儿倒是没什么，只是府中的大管家竟然是天理教的内应，还试图残害韩愈郡主。此事过后，母妃便因受惊而病倒了，小王爷也久病未愈，墨儿真的是心中不安。真是岂有此理！这天理教也太大胆放肆了，简直是谋逆！或许天理教徒只是一时糊涂，若要将天理教以谋逆罪论处，岂非得将他们满教诛灭？父皇不可，请父皇恕儿臣莽撞。儿臣在殿外听闻父皇大怒，担忧父皇，便擅自进来了。天理教发源西南，那一处是西狄与我天朝交界，西狄时常侵扰我国国境，当地边民民不聊生，才自发聚集祈求天理之道。儿臣认为，应当疏导流民，以安抚民心。若以谋逆之罪处理，恐怕会激起民变。激起民变？陛下一向施行仁政，如今不是天下太平吗？为什么还会有民变？莫不是有人在里面图谋不轨，煽风点火？墨儿虽然只是无心提问，但这倒是提醒了朕。小小西南边陲之处，竟然能成天理教之患，还祸害到了京城，这其中定有人图谋造反。